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先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都是谁。大家好，我是于波红。从爱情走进婚姻，爱情依然是婚姻的润滑剂。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有情人相爱容易，相处不难。认真倾听，真诚服务。大家好，我是赵川。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哎呦，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想要被爱，放低姿态。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朋友，有请。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李先生，23岁，来自河北，公司职员；李女士，22岁，来自河北，政府工作人员。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情感问题呢？我们刚结婚不到1年，每天吵吵闹闹，就感觉进入了爱情的坟墓。婚前婚后，他对我各种欺骗，多希望他能跟我说一句实话。自从跟他在一起之后，感觉像自己进入了牢笼，失去了自由。我给过他太多次机会，但最终还是没能改变他。结婚刚才说了啊，不到1年是吧？对。不到1年就来这儿了，是因为有很多矛盾。好，说吧。啊，就比如说一开始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去邀请我去他们家嘛，去了之后嘛，我俩就看电视聊天，然后突然之间就有一个人直接进来了。进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女生，当时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女生是谁？他跟我说这是他姐姐。当时我也没多想，然后我们就3个人一起聊天嘛。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刷视频刷到了这个女孩。我在看那个评论的时候，发现她就是给她底下的评论很暧昧。然后我就截了张图，我就问他朋友，我说这个女孩是谁？然后他朋友跟我说，这是他女朋友，已经谈了好几年了。啊，你把自己的前女友称为姐姐啊？啊，那个搞对象已经分了挺长时间了，那就变成姐姐了。都是朋友，偶尔之间开个玩笑，说点啥话，这不很正常吗？不是，核心在你跟他谈对象的时候，那是他女朋友吗？当时我问他朋友的时候，他说就是还没有分手的女朋友，正在谈。还没分手的女朋友？对，那个是已经分了。已经分了挺长时间了。那为什么你们俩在屋里聊的时候他能进来呢？你给开的门？就是没有，他直接进来的。有一把我们家的钥匙。对，就是如果分手，这钥匙还没退。我天，你都不知道啊，姑娘？不知道。细思极恐，你好好解释，我估计都过不了。这个太可怕了。当你介绍前女友是姐姐的时候，前女友为什么就那么默契的和你一起演？因为是朋友嘛，你们俩心里要没鬼的话，为啥要互相配合演出？谁也不想给自个儿找麻烦，不是吗？那他跑来是干啥的？他跑来不是找女朋友的麻烦？他跑过来其实都是想看看、想找你的麻烦。不是找我嘛，是看看这个我现在新女友。所以嘛，不是，所以问题又来了。你们俩得多密切？对，就是你新的女朋友来家里，你的前女友都知道。而且奔看这个来，这个事儿解释不通啊。另外还有一个，您的逻辑经不起推敲。如果就像你说的，前女友就是想来看看你的现女友好不好，他不会用钥匙开门，因为他知道一个女人一旦用钥匙开进你的门的时候，里面这个人一旦知道她是你的前女友，他抽身就走了。你说对不对？对。我接着问姑娘啊，就这事儿被说穿之后，我特别想知道你的态度。当时很生气，反正就是跟他吵了一架。就吵完了就完了？吵完之后就是也分开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好了。谁提的分开？我提的。分开了多久？分开了几个月吧。那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因为就觉得他态度挺好。对。哦，态度还挺好。就感觉他知错能改。不是他错在哪儿？其实这也不光是我的问题，他也有问题。搞对象的时候呢，是一个100天纪念日，我那天我还得上班，但是他跟我说他想吃点好吃的，看点好看的电影，想做一个手工的那个 DIY 蛋糕嘛那天，然后我就把工作给推了，然后我把这个电影票啊、餐厅什么的，我还有那个手工的 DIY 蛋糕这个位置我都订好了。
都当天我出发之前，我还给他打过电话呢。我问他，我说你今天是确定有课？有课完了咱们都去。特别自信的跟我说有课，然后我都去接他。然后在半路上，他突然之间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跟我说他来不了了，他说他学校临时加课。当时我也没多想，我说加课都加课吧，这无所谓是吧？咱可以理解。然后没几天，我看着他手机微信那个他跟前男友的聊天记录。他前男友跟那个女朋友吵架了，然后他比较的是伤心，让我对象去安慰他一下。哦，然后他都把我的鸽子放了，去找他前男友了。而且那一天很特殊，是你们100天纪念日100天的纪念日。对，这事儿发生在带他回家碰见你姐姐之前还是之后啊？这是之后。之后啊，之后，然后再确认一下，是分开了3、4个月，中间还是中间啊？这是之前还是之后？之后，因为当时确实是加了一节课，但是之后就是我前男友给我打电话，就是跟我说他跟他女朋友就是发生了点矛盾，想让我去劝劝他。当时我也没多想，我就觉得。我跟他就是100天纪念日，就是可以改天再过，不急于这一天。那还是100天。然后当时我就去那边去学校那块了。不是你前男友，你要他跟他女朋友不好，应该是他女朋友劝他，你劝他什么呀？因为他跟他女朋友当时也不在一起，就是他俩属于异地。然后他就是我前男友想就是有轻生的想法。你怎么知道他有轻生的想法呢？他跟我说，他说他有点想不开。那你不知道，男人嘴上说的肯定不是做的，如果做的嘴上是不说的。哎，你是男人，于老师，你不要这样啊，你也是个男人，对，我也就这样。如果换了我真的要轻生，我还要跟自己的前女友说吗？那我就轻生了呀。所以你的目的是你跟前女友说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呢？那叫他过来呀。哦，对，这个逻辑是对的，这个是对的啊。但现在的问题是，他竟然还去了，你难道这是以牙还牙吗？去安慰了，对，他就没有轻生。没有。那你是怎么安慰的呢？就跟他说，你就是如果不太合适的话，就可以分开啊，然后不用非得就是跟他一个人在一起啊，就是以后时间还长，还能遇见其他对的人啊，就跟他说这些。不是这话电话里不就能说吗？非得当面说吗？因为我们都在学校离得近嘛，我就过去了。那后来为什么不赴约呢？因为时间太赶，如果我再去的话，就是那有啥好赶？这事儿不已经说完了吗？但是我就不能回宿舍了呀，第2天还得上课。不是，那你到底跟他劝了多久呢？就是中间不止劝他，可能就是还聊了一下。聊啥呢？就是聊他跟他女朋友之间的矛盾。我就劝他，我就觉得不要，就是太纠结这件事儿啥的。哦，得了解情况。他知道今天对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这事儿他知道吗？不知道。假如前男友那天向你表白呢？那不会答应他。因为我觉得已经结束了，就不会再继续了。你有没有感觉自己这个行为有点不妥？当时没觉得啥，因为一开始我不说，我觉得可以改天再过。但是后来就是他跟我沟通的时候，说我对这件事儿不太重视，毕竟只有一个100天嘛。然后当时我就觉得确实是我做的不对。就是他提出之后才觉得自己做的不对。对。当你做这个下意识的选择的时候，你没有觉得不对。当时因为没想这件事，我就直接去的。所以我知道什么事儿对你最重要了。行吧，对吧？足球比赛就叫1比1平，对，1比1打平了。对。行，咱往下说。后来呢？再之后就是我还是继续在学校上课，然后我平时花的钱都是我家里边给的生活费。他没有工作，然后也没有收入来源，然后当时就是，他花我的钱。然后这点我是同意的，但是他花我的钱不仅是他自己花，他还会给其他女生花钱，就是他们一起出去玩、看电影，就是他都会花钱。不是只有女生，还有男的。当时是2个女的，2个男的，都是我们4个人啊，一起去都是吃饭、看电影、一起玩的，都是你花的钱。那2个男女，他们是情侣吗？那2对是，反正正在往那方面发展。那这不就2对情侣一起出去约会吗？不是，当时那个去的时候是因为啥？是因为我那个朋友他要追的那个女的，她怕尴尬，都是说带了一个好姐妹儿，然后这回我们兄弟都他也不可能自己去，完他都把我带去了。那为什么你买单呢？我买单，我只是买那个
吃饭的，然后电影票的都是自己花自己的。你买了1张电影票，我买的是2张，那张是谁的？那张是那个女的的。那不就得了吗？这不就得了吗？这不就漏了吗？你为什么要给那个女的买1张电影票，而不是给你哥们儿买1张电影票？不用争议，那个哥们就是去谈恋爱的，然后他带一个女生，当然要他买单了。不是，为什么还花女孩的钱？怎么？就这个问题是个核心问题。这个当时我已经跟他明确说过了，因为当时是工作被辞退了嘛，然后正在找工作。我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这个钱我找到工作，我开完工资之后我会还给他，我不会说是不还。那还了吗？没有。最后没还。行吧，在你的神助攻下，男方领先1球。来，女生这个事儿就这么稀里糊涂又过去了。也是吵架。吵完之后呢？吵完之后，就是他的好朋友也过来劝我，就说就是和他一起看电影的那几个，就说他俩没关系。那几个男的女的都来了。就是他们当时在一起的那几个都跟我说没事儿，他们之间。后边之后就把期初卡给断了，就不给他花了。好，就断供了。接着往后讲。之后都是结婚之头，我答应要给他买一个辆车，当时也是条件有限，都是买的30多万的车。我只交了10万块钱的首付，名字也写的都是他名字，都是贷款啥的都写的是他名字。然后他都说你都交首付完贷款写我名，你让我还贷款，他是这么问我的都是基本上都是我感觉都是贷款，你婚后之后咱俩是一块还的，又不是你单方面自己还。这不是吵了那么多架吗？为什么还要结婚呢？我们好奇的是这个，我们不好奇说买车谁贷款。对。就为什么还要结婚？我是这样，就什么动力让你们要结婚？我知道谁提出来的。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对。但是呢，因为你们之前的那些事儿呢，这个贷款的事儿反而我觉得不重要。对，我就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还要结婚？谁提出来的结婚？我提出来的结婚。姑娘就答应了。答应了。为啥呢？为什么要嫁给他呢？因为觉得平时他对我也挺好。就是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你还觉得他好？就是除了这些其他以外的，就觉得他挺好。就是除了这个，这不是很重要的吗？就是跟异性的关系这一块。当一个男人，你都不确定他有没有这个养家的能力，那你一定是确定好了自己有养他的能力吧？是吗？没有。你没有养他的能力，那你为什么觉得你们俩是一个适合结婚的对象呢？就是。那你们打算花什么的钱结婚？父母看中什么了？他爸妈有钱。所以坦然接受30万的车。当一个男的说我不还你之前给我的生活费了，但是我会给你一个30万的车当彩礼，一听耶赚了嫁，是不是？也不是。其实当时我一开始听他给我买车的时候，我本来是挺欣慰，但是我没想到就是有20万贷款，然后还写的我的名字，我就觉得我觉得挺无语的。嫁他的原因至今我们都不知道，是哪一个瞬间啥事儿打动了你？是这车打动了你吗？不是，是当时使了一点小手段。当时我都跟他说，我说那个结完婚之后，我啥也不用你干，都是单方面都是我这边我去支撑着你，你啥也不用操心。然后都是说你可以放心那种的，我肯定是能给你担起这份责任来。就是你画了个饼，他就吃了。差不多是这意思吧。对，我听兄弟你这话音就是后面你说的，你做的都没兑现，你说的是这意思吗？就直接问吧，是不是20万贷款？20万贷款现在谁在还？现在我在还。养车的费用谁在出？有时候就是我俩一起掏。谁有谁出。主要还款的是你是吧？那这个车现在谁在使用？我俩都用。谁用的多一点？这话有点多余了，那我问。我用的多一点。好嘞，行了，好，可以了。你问的话一点都不多余。不是我，所以现在家务谁在做？他在做。他就承诺的没兑现是吧？你也认了。好，咱们再听听还有什么问题。还是买车那件事儿，就是那天我看见他手机上有200块钱的那个消费记录，之后我就问他这200块钱是干啥用的，他跟我说是加油用的。然后过了几天，也就2、3天吧，然后我就开着他那个车，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油箱就是刚加的200块钱已经快没油了，然后我就觉得肯定不是刚加的200块钱油，问了好几遍他才跟我说是就是违章罚款交的钱，就是他每次也不跟我说实话，
就得来回的问他，他才跟我说。现在你们家钱谁管啊？我管。你们家丈夫挣钱了吗？现在挣钱了，现在挣了哈。所以所谓还贷这事儿，其实就是你们俩一起在还车贷嘛，对不对？对。我们如果归并同类项的话，实际女生可能想核心表达一个东西啊，我不知道我揣测的对不对。这个男人现在在你心里面是不是就是一个嘴里没有实话的男人？对。换而言之，就是一个谎话连篇的一个谎话精，是不是这意思？对。听明白了。那婚后，那我懂了。这个谎话精又说了什么谎话呢？也是婚前答应我的。答应你什么？答应我就是现在年纪还小，就是可以过2年再要孩子。结果结婚之后，就是我婆婆就是天天给我们俩喝那个大补汤，然后大热天的也得盯着我俩喝下去，而且还把我床头柜那个避孕药换成叶酸。哎呦！然后我也跟他，对我也跟他反映过这个事儿，然后他也不去反驳。但是你说，毕竟也是上岁数了，人家想抱个孙子，这种心思也可以满足人家，对吧？这种情况，但是基本上那个药又不光他自己喝，也是我也喝。满足是应该的，但关键问题，你为什么事先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呢？他那个上岁数了，我怕他一说不要孩子。不是，在婚前，你的女朋友，当然女朋友哦，明确的说她不想要，但是你没有去和你的母亲沟通清楚这事儿，对吧？你明明知道母亲是想早抱孙子的。所以啊，我再抠一个东西，你那个10万块钱是不是从妈妈要的？就是给她车付首付的，对吧？对。所以你结婚其实是为了从父母那里套现，因此你需要一个女朋友答应跟你结婚。可是怎么能够让女朋友跟你结婚呢？你就只好承诺给女朋友，我不但把车也要给你开哦，而且还不要孩子。你告诉你父母的却是，我想找一个女人稳定下来，早一点生一个大胖孙子让你们带，这就会出现了在婚后你两头依然在哄。所以结婚只是你的工具，你的目标是通过这个方法解决你的财政赤字，对吧？差不多吧。好，我天，你差不多你都说出来了，很坦然。但我觉得不是的，他婚后他把所有钱都给了妻子管呀，他没有自己。他婚前欠了一堆钱，你只要结婚，父母都会给你点钱嘛，你再办个喜酒，手里又有点钱嘛，这不就漏了？所以今天妻子来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呀？我觉得如果这个矛盾能解决的话就解决，如果解决不了的话，我觉得。你觉得你们婚姻的核心矛盾是什么呀？就是他老欺骗我，他不跟我说实话。一个是欺骗，还有别的吗？还有不负责任。先生觉得呢？他也不光全是我的责任，有时候他不讲道理。结婚这头买3斤，我当时是亲自带着他去的，因为我当时我跟他这么说的，我说你挑啥样的，咱们买啥样的。回去之后他挑了2样是，他不是那种足金的，都是18K 金的。他挑的是那样，但是他不喜欢。完了这回他又找我跟我说，他要换30克的大项链子。我当时我听着我有点生气，你说项链买个30克，他都不嫌压脖子，戴个那么沉的项链，我都是忒不理解。有时候他都这样，不讲道理，完全都不讲理。因为一开始我不知道我挑的那个是 K 金的。对。所以你想要的是什么？足金。你开始你想要足金。这个很真诚。我认为，一般作为婚前去挑金饰，女生几乎都是要纯金的。来，那纯金的这个想法有没有跟男生说，我就要纯金的？有说过吗？说过。好，男生知道他想要纯金的吗？我知道，但是你知道他买的是 K 金的吗？他买的 K 金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那个店员他没有仔细介绍。基本上都是他在挑，他挑完之后直接都是戴上看看好不好看。其实好看了直接就都定了。其实是纯金也好，还是 K 金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男生和女生相处的模式。对，他是习惯性的叫讨好模式，还是叫哄骗模式？你注意他这句话啊，你挑什么我都支持你，原话对吧？对，挑什么买什么。我现在就要一个30克的这个项链，为什么就不买了？这个你总是在承诺你做不到的，就你发现了吗？你们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完全是就从男生的角度，我看男生的角度，他的那个思维逻辑，完全是结果论逻辑。至于我中间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这件事儿不重要。对，这就是女生的感受。而且很有可能在挑 K 金的时候，他心知肚明这是 K 金。这个我们不揣测，对他就不说。然后呢，您等到买了 K 金，你想换的时候，我告诉你，这是你自己挑的。对，我们不揣测这件事儿嘛。男生，我问你，为什么这么想和这个女生结婚？因为
只有他好骗。只有他好骗。对，就是你现在已经到了不用遮掩了，是吧？你是带着必死的心来的是吗？你这话太让人震惊了。他完全都相信我说的话，所以说我跟他都没有必要。不是你在这个时候这么真诚，是想干啥？想离婚吗？真诚的吓人啊！我真诚，我也是可能是良心有点发现了。对，女生听到这话作何感想？挺心寒的，其实。第一次听到。我真是鸡皮疙瘩起身。你还想过这日子吗？我其实有点不想过。是因为有人管你、约束你，是因为家庭是有责任的，是吧？对，承担不起，有点是吧？不是家庭责任承担不起，是感觉都是有点拘束，感觉都不自由，一点自由感都没有，都好像那个一个小鸟把它关在笼子里头那种感觉似的。女生听他这么说，一定不仅仅是寒心吧？现在让你选择离开他，会选择离开吗？会。这个你们俩谁张罗来的这儿啊？女方张罗来的吗？对，我说的。你是随着来的是吧？对。然后最后你在现场说出了最真实的感受，对，他还在提你们俩之间要解决矛盾。来之前可能还想装呢。不，我觉得装那个词可能就是在这个瞬间，人有的时候会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语境下，说出一些话来。我甚至认为，你比如说，一半真话，一半气话，就是我觉得失去自由，就是你的原话叫“我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这个感受我相信是真实的，对吧？对，我也想离开。其实，在婚姻当中，有无数次你想离开这个婚姻，只是你压在心里没有说，对吧？有过这样的时刻，这也很正常。至少今天的表述，比过去那种欺骗，我觉得要好。坦诚嘛，对吧？坦诚是特别好的嘛，对不对？就是这段婚姻不到1年的婚姻，给先生带来的感受是我不自由，是吧？对。给女生带来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欺骗太多还是什么？你这不到1年的婚姻，你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欺骗我。就是你没有实话，对吧？这应该怎么办啊，博宏兄？两位都是00后吧？对。现在00后主打一个松弛感，也渴望在自己的婚姻当中也有松弛感，但是婚姻，它有责任，它有义务，它需要付出，它需要包容，它需要迁就。你们根本不往这一个方向去想。男生其实，在这一段短短的婚姻当中有很多的错，他反而感觉到自己很压抑。为什么被看穿、被识破，甚至在这里自己感觉面子都没了？但女生也是同样啊，她也同样感受到在这一个家很压抑。为什么？你时时的在说谎，在骗她，在你的内心或许认为这是一个瞒，但是在她眼里就是一个字谎。说谎的代价永远要比说实话要惨，结果好不了。而且你的这一些谎言都不能自圆其说，但你们家形成了一个模式，犯错了，吵架了，然后原谅了。他已经从婚前到婚后都熟悉也习惯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有了可以把前女友说成是自己的姐姐，也可以有恋爱100天你去见前男友。这当然我们说可能并没有背叛感情，但是背叛了信任。走进婚姻以后，你们2个人的信任是荡然无存。所以对这一段婚姻，我真的不想劝和。我认为好合好散，2个人谁也不要怪谁。我至今还在震惊当中，这一种感觉，因为我会特别的佩服姑娘此刻的镇定，连我坐在这儿，我都觉得听到那话像晴天霹雳。有什么比我跟你真心的恋爱？我愿意花我的时间，花我的金钱，我愿意听你一次又一次的撒谎。我揪住了谎言的尾巴，我也选择放过它，只因为我认为你还是爱我的。
我带着这一丝期待跟你结了婚，我跟你走在一起，甚至在我们婚姻遇到了最后，我觉得可能扛不过了，我拉你来到这个舞台，我希望能有一点点转机，但是你却在最后选择了所谓的真诚。你的那个真诚不是真诚，小伙子，你那是残忍。就像有一首歌在唱说，放轻点，假如你要伤害我。可是你已经假如做好了要走的准备的话，你为什么不能够在告别的时候可以稍微放轻一点呢？你为什么要这么晴天霹雳呢？我不知道接下来你还会要跟他说什么，但也请姑娘永远记住这晴天霹雳的时刻，在以后的人生里头，不要让其他人以因为你最好骗为理由，以爱为名义，再一次把你裹挟进一桩你都搞不清楚真相的感情里。确实，像米娜老师刚才说的，男生你真的最后，就我有点一开始我还说那小两口闹点矛盾，大家站在不同的立场去帮你们出主意，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在你说出那个他好骗的时候，我真的一瞬间我是懵的，因为真的这已经不是说解决问题了，你们俩是来结束问题的。就是在你的角度啊，女方我倒没看出来，但是你刚才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因为你一上来给我的感觉就是，其实你是一个特别能说会道啊，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啊，然后特别自信的一个人。个人能力这么强的情况下，什么问题都能用你这张嘴去说明白的情况下，你给我的状态非常好，你最后说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形容词，我是反差特别大的，我有点接受不了。你刚才说的只有一个画面是我一瞬间想的，跟你形容的是反着的，就是你说你就像一个笼中的小鸟一样，你被关起来了，你不自由了，对吧？刚才这感觉，但是我当时的画面不是，是他自己拉开门，我进这笼子，完我抱着脑袋，一小鸟在里边待着。现在我不想待了，我就从里边把这插销打开，我溜达出来就行了，并不是你被关起来，是你选择我住进去，然后我现在不想待了，我想飞，你就拉开这门，我自己推门就走，并没有人锁你。如果你要决定分，我只有一个建议，你别回头，别哪天找不着好的，回头又找他来，因为你太能说了，你的表达能力太强了，而且他太好骗了，千万别回头。你也是，女方你也听好了，如果真的分了，千万别听他说把东西都删干净了。要不然的话，有一天你也一个人，他在能说会道的说两句，你马上就回头，俩人又和好。这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儿。要分就痛快分，各找各的幸福去，要不就现在给我对付着接着过，别回头再给自己找麻烦。尤其女方这么容易骗，人男方已经给你判定了。好，我说完了。男生有没有爱过这个女生？有。来之前没有想过说今天我要撂底儿了，因为我之所以跟你结婚是因为你好骗，这句话来之前想过吗？没想过。婚后有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儿？这个真没做。信吗？不，现在不信。好，我告诉你是真话。我的观点可能跟几位老师不太一样。为什么好骗他？他傻吗？他只是。他不傻，但是我说的话他全信。我问你，为什么这个人好骗？因为就第一次那件事2个字儿，信任。所以既然我们在开始这段婚姻之前，我们做了一个草率的决定，那我们现在就不能再草率的做出一个决定，因为我看到了一个积极的现象，就是你说真话了。你们俩现在需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之间有爱吗？未来我们敢去一起面对问题吗？如果不敢，可以放弃啊，没问题，可以分。但如果愿意去试，你现在面对是一个真实的他，能接受他的问题吗？不能。好，你来选择了，就这，我该说的都说了，就挺翻转的。就大家一开始还跟你们开玩笑，就觉得年轻的嘛，新婚夫妻。问题没有那么大，啊，男生有点任性，啊，在婚前的时候，男女双方都有一点这个心思比较漂移，但是确实你那3句话
把所有的人全部都给批在那儿。有点肆无忌惮。我不知道这个肆无忌惮来自于什么。当一个人太过自私的时候，心里只有自己的时候，那他就是人性的野兽。这个，你一点都没有考虑他的任何感受吗？也考虑过。那为什么就敢脱口而出那么说呢？你就没有考虑过你的岳父岳母如果在电视机前看，一个臭小子就这样说他，我随便拿捏，他世界上最好骗的。你不仅仅伤害了他，你伤害了很多关心爱你们的亲人和朋友。我倒觉得今天不要仓促之间决定分还是不分。对，你们俩真需要下了这个节目之后，非常冷静的，双方都冷静的，去把这件事情好好的考虑一下。你们需要一次特别坦诚的谈话，就你们太需要了。我觉得这次其实对男生的意义更大。这段婚姻是否能挽留不知道，但是对你未来的成长，作为一个人，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你能不能说点什么？我一直在给你机会。我想拦住这一趴。我觉得你在心里头应该在嘲讽我们此刻在逼着你终于真诚了一次以后，却要逼你撒谎。你在心里头可能在想的问题就是，你们老让我说真话，我说了真话之后，你们却又接受不了，你们又想让我用温和的方式说，你们这4个伪君子啊，你们比我没好到哪里去。5个，对，有一个是女的，5个，女的也可以说君子。所以对于你来讲，我觉得是这样的。今天非常感谢你能够把心里话这样直接撂了，撂的时候稍带残忍。但是青春的成长，它一定是会经历一些痛，也有甜蜜的。你们之间美好的那一些，我们没有来得及参与，也不能够分享。但今天非常不幸，我们一起分享了你们在最后有一点壮烈的结束。我希望它是结束，因为你未来也许会成长成一个负责任的好男人。但是这个女孩陪着你成长的话，她的代价太大，她的苦痛将会太深。所以，就这样吧。2位休息吧，别再说什么了。来，2位请回。这对夫妻，有请你们来。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李先生33岁，来自辽宁，公司职员；薄女士34岁，来自辽宁，个体。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我结婚3年了，现在家里有3岁的孩子，本来过得挺美满，现在过得乌烟瘴气。我们有一个特别难缠的姑婆婆，让我无所适从。我总跟她说多包容一些，才能家和万事兴。遇事她也不为我做主，让我忍气吞声，挺窒息的。结婚多久了？3年多。啊，有娃没娃？有。有娃了。今天为何而来啊？因为家庭问题，我老公姑姑当家。婆婆呢？不是应该婆婆当家吗？我婆婆人比较老实随和，公公也是，然后一家子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姑姑很强势，所以她当家。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你平时生活也是跟姑姑在一块生活吗？不在一起生活，但是她老介入我们的生活。那就详细跟我们聊聊姑姑怎么介入的。对，我俩是通过朋友认识的。在19年的下半年认识的，相处了1年多，但是我没有想那么早结婚。21年发生了一件事嘛，让我决定提前结婚。啥事儿？我奶奶病重了，她想看着我穿着婚纱嫁出去。我就跟我老公研究说，为了完成她这个心愿，先结婚吧。他说也行，但是吧，现在我房子没有装修。我说那就装修吧，然后尽快的把婚结了。谈到彩礼的事儿嘛，他姑姑找到我说，大伯家的嫂子没要那个彩礼，姑姑家有个哥哥比他大1岁，就是他家的未来的嫂子也没要彩礼。说你们这个房子是婚房，然后装修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就别要彩礼了。然后在婚前的时候，跟这个未来的嫂子就认识，加了微信。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没有要彩礼？他跟我说，姑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就是贷款买的房子，装修还没有着落呢，没有钱给我。说你这多好呀，全款买的房子，又装修又有车，就是
什么都挺好，你自己考虑一下，就是说，看看你是要呢，还是少要，还是不要。然后我就把嫂子说的话发给他了。当时我嫂子说是没要，等我们结婚之后，完了谈了恋爱之后，说我嫂子就要了这个彩礼，但是完全我媳妇完全是不知道的。当时，女士，你有没有感到特别奇怪？哪怕是双套彩礼，也应该是这一位先生和您来商量吧，或者是我公公婆婆来，也是应该公公婆婆和你来商量吧？怎么弄出一个姑姑来？我觉得他这个点可能还不在于说弄出了姑姑来，而是他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被忽悠了。对，是姑姑出面联合自己姑姑儿子的媳妇儿，未来嫂子，联合把你给骗了，是这么个意思吧？就是说，那你到底要没要彩礼？要了。啊，彩礼那你也不吃亏啊，要了一半，该有的都有了，对吧？只是打了个5折。来，咱接着往下听，姑姑还对您做了什么？我俩结婚之前吧，就是找伴娘伴郎嘛，我就想着就是结一次婚，然后多找一点儿，就想到了。你打算找几个呀？我最开始的想法是6个，后来又想找4个，最后缩减到3个。因为啥呢？因为他姑姑说不能用那个就是离婚的或者结过婚的，不好。然后我就很生气，我找谁做我的伴娘？为啥你姑姑要从中插手说这个事儿？他自己的儿子儿媳妇结婚的时候，都是用的已婚的，我就很不理解。他们那个伴娘伴郎团有多少人？3个，也是3个。哦，人数对的，而且都是一家人。但是这个审批的条件不一样，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我就很不理解。行。然后我们结婚吧，他姑姑家没有帮任何忙。等他们结婚的时候，全是对比。对。我俩就是想着说，帮他忙一些就是婚礼的事儿，不去计较之前的事儿。头一天早上，他姑家哥哥给他打电话。说去商场买那个结婚的用品，说7点多就去，我们那个商场是9点开门。我当时我就不理解，你去那么早干嘛呢？而且我怀着孕呢，我合计晚一点，就是开门之前到就完了。然后我俩就起来收拾，8点出发，给他打电话，人家很生气的跟我俩说啥，你不用来了，我们都去买了，就一点都不领情。然后。第2天婚礼的时候也是老早我俩就去了。婚礼结束之后吧，当时怀着孕也挺累的嘛，我俩就回去了。回去到晚上，我老公他有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说有一个商场有一个很大型的一个演艺，问有没有兴趣去看。我说去吧。然后我老公说不行，人家要请吃饭的话，咱俩走了算啥事儿啊？东北的习俗就是。结婚当天晚上会请一顿嘛，就是请这些亲朋好友再吃一顿饭。我俩就给他俩打电话，也没接，我们就去看那个演艺了。然后第2天给我们打电话，他姑说请吃饭没给你们打电话吗？我说没有啊。发生了什么？当时就是饭桌上不都是认识的亲戚朋友嘛，然后就在饭桌上说我老公怎么好，我怎么不好。然后去看演艺饭桌上的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呀？我是第2天，就是他们共同的朋友打电话说的，才知道。这是被谁传回来的？知道是非，你这哎呀，等于人家没有打电话邀请他们，恰逢先生的朋友打电话来说咱看演艺吧，对吧？您的气堵在那儿呢。你们压根儿就没邀请我们，你又没叫我，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针对我们的，是这意思吧？对，这姑姑还做了对你什么不愉快的事儿？我这到现在为止也没听出到底怎么了。这好像跟先生都没事儿是吧？也不是，就是我在这家受的委屈。先生对这个事儿没有任何意见。对，这个先生很奇怪，只要说到您姑姑的时候，您就马上沉默了，不敢说话了，是吧？不是，这位毕竟是我姑，还有是我这个现在是媳妇儿，我现在两者比较艰难一些。丈夫说：“我接上2座山，一座山叫姑姑，一座山叫媳妇儿。”行，接着说，姑姑怎么了？结婚前就是我俩没认识的时候，他买的婚房的时候，当时我公公是有全款买的，但是他有一笔钱存死期了，不想取出来，想借一点把这个全款房子买了。他有一个3伯是单身。他所有的积蓄吧，因为都是姑姑管家，都在姑姑那儿。然后，就是我老公就想在3伯那儿拿一点儿，然后
买这个房子，但是他姑姑有私心，觉得如果说这笔钱他拿了不还，他就用不上了。然后他就借了一半三伯的钱。这个姑姑听说你们要借钱买房了，我趁着这个你们借之前，我先借出来一半。因为他那个我的表哥相信我姑的儿子他也要结婚，他也需要这一部分钱，就是别让你们都借走了，我先借出来一半。23年年底的时候，三伯得病了，需要做手术，在这个时候他姑姑就是间接性的让家里最有权利说话的这个大伯来找我公公。提说让我们还钱这个事儿，然后呢？然后我知道这个事儿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说你们也用了很多，我们只用一部分，那你为什么不先拿出去，让我先拿？但是我们毕竟欠钱该还，然后因为我这从结婚有孩子吧，到现在也没有工作，都属于他自己一个人就是支撑这个家，也没有多少积蓄，然后就从家里和朋友借了点儿。给他拿过去了，你们还了？姑姑还没还？没还。谁告诉你，姑姑没有还他这个钱？谁说的？他自己跟邻居说的。姑姑自己跟邻居说的。对。你怎么知道的？邻居跟我说的呀。然后你就心里过不去，是吧？我不是过不去，是他们过不去，然后来给我打电话。不是他们有啥过不去的呢？他觉得就是说，三伯的钱都是。姑姑家能花，我们花不着，就是让我们在近短时间内把这笔钱全还了，然后来给三伯治病。我的想法是说一点一点还，因为我们家里需要开支嘛。但是他让我一下子拿出那么多，因为没有积蓄，我指定是拿不出来的。但是大家都欠，那大家分担好了，那为啥都让我一个人去分担？那三伯这个病看没看？看了，我跟我老公说，我说带他去沈阳检查一下吧。完了，我们想去的时候，带我嫂子也想去的时候，上医院，完我姑在背后跟别人说，其实我俩不是认真带嫂子也去看病去，就这么说。那你们带没带去啊？没有，没有带去就是虚的嘛。不是，他不让，三伯不让，他听姑姑的。姑姑做主。我个人觉得最委屈的应该是三伯啊。三伯说你们肆意的把我的钱都花了，对。然后呢，我就像一个待宰的羔羊一样，你说还就还，你说不还就不还。委屈的应该是三伯呀，你在那儿委屈什么呀？我就觉得这个钱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为啥要就是说一味的来逼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就是我先确认一个事儿。你们夫妻二人其实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反而两个人是共同点上这个节目来是控诉姑姑的事儿，是吗？就是因为我这家庭时候，我俩就是总去吵架呀什么，因为家里的事儿吵架。对对对，就因为姑姑吵架是吧？这种是大方面的，像各种小问题就也有，反正是。他不仅就是说对姑姑、对家里人、对朋友也是一样，就是他从来都不站在我这边，比如说。我俩婚前要结婚的时候，他有一个女朋友，认识很多年了。我当时着急要出差，身份证找不到了，然后他前女友跟他通话，说那个，说我脾气不好，说这样的女的你为啥还要跟他处？你别处了啊！我当时就急眼了，我就把电话抢过来，我就给他骂了一顿。不是他前女友说啥？你咋听到的？他放了因为他往外放了。你跟前女友通话，你外放给现女友听，你是想干嘛？显得自己很真诚。当时没有隐瞒，就是当时他在找身份证是挺着急的，知道吧？不说前女友吧，就说一个当时一个朋友吧，当时那时候，就是我俩就正在通话的时候，完了他就感觉我俩通话去，他不帮他忙，去找身份证，我俩在这闲聊在这儿，完他就说不是这件事儿，现在你还跟前女友有联系吗？有联系。不是，婚后一直有，就是他像他姑姑家的事儿似的，解决不完。最严重的事儿是什么？现在发生的？最严重的就是我生完宝宝以后，他前女友给他发微信说她老公不在本地，然后希望他开车带他和他家孩子去玩儿。然后我就很不理解，如果要是我这样的话，我也给别人发这样一条信息，觉得好吗？你老公怎么回的呢？他跟我商量说，我开车带他去玩一圈，上哪。所以你觉得你们的婚姻到底是姑姑的问题，还是你先生的问题？你先弄明确。对呀。他和姑姑都有问题。他跟姑姑谁的问题更大一些，在你心里？姑姑家只是说一个导火索吧，我觉得。更大的怨气是面对老公的，对，但是不知道怎么说这老公，所以拿一个姑姑出来做一靶子。
你对你老公到底有什么怨气？你说说吧。就是他每次发生事儿的时候，他不去更好的解决，然后导致所有人都来觉得是我的问题，觉得他很好。这个男人不扛事儿，说白了，对吧？这个哥哥结婚的事儿，嫂子没请，应该男人出去扛。在你这儿，欠债的事儿应该男人出去扛，毕竟是他们家的事儿。但是他不出去，也让你扛。我也忍了很多了。对，这叫第一不扛事儿。除了不扛事儿之外，对你怎么样？还可以吧。当初嫁给他图他什么？我就觉得，因为我比较强势，比较外向，我觉得他挺内向的，挺老实的一个人。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我就想在今后的生活中遇到事儿了，他能及时的解决。我问你俩问题啊，一个是你跟姑姑直接发生过冲突吗？也有过。在冲突的时候，你老公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也知道，也跟我一起去跟他姑姑说了。他姑姑在，就是我们面前也是挺诚恳的，没有对我有任何意见。所以就在冲突的这个场景下，你老公是站在你这边的，对吗？但是他最后会导向对方，就直接说，我媳妇儿不对呀，或者那个替我媳妇儿道歉的话，当着你的面。对。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你们这3年婚姻当中，姑姑介入你们的生活没有？干涉你们的生活没有？他间接性的介入了，他没有直接性的。他当时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邻居嘛，他就背后就说跟别人说闲话，就不针对跟我们说，就跟别乡里乡亲说去，完乡里乡亲再跟我们说，传到我们耳朵里了就是。原以为是做姑姑的，去干涉了他们小家庭的生活，没有尊重你们小家庭，现在看起来，确实这一点你有点放大了。真正的问题就在身边这一个今天惜字如金、惜话如金的丈夫。对，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丈夫，你是可以抵挡住姑姑的一些不合理的建议，你没有挡，你任其让他感觉到委屈，让他感觉到这个家就是我姑姑做主的。你们2个人问题很简单，一切病都在他身上。对，他需要手术，需要做婚姻手术。如果这个手术不做，我可以告诉你，你们这个婚姻真的很难维系下去的。米娜老师，不太认同是吧？对，不认同。我觉得男生没有那么糟糕。男生最糟糕的可能就是前女友的那一段。作为一个妻子，他会觉得我都发现了你前女友让你带着他和娃一起去旅行散心，那没说的呢。这个就像是看到了一只蟑螂的时候，往往家里已经有一窝了。所以你跟前女友保持着多么密切的联系，才能让前女友在她老公不在家的时候给你发这个信息？而你又是怎么样的鬼使神差，才使自己决定在这一刻向妻子坦白？是被不小心看到了手机吗？假如妻子没发现呢？是不是偷偷就去了？这是你妻子心里头对你的质疑，也是我对你的质疑。你本来在跟他谈着恋爱的时候，就在跟前女友一起讨论着你自己女朋友的性格，或者说当着女朋友的面，我都可以打这样的电话，肆无忌惮。你给你的生活里头的确留了一个巨大的雷，这个雷不叫姑姑，叫你的前女友。而姑姑这个事儿上，我必须得帮小伙子姑娘，你这种性格会搅得人家家里是六亲无助的。本身这一个家就是靠众亲戚帮忙，你才能够住上没有贷款的房子，你才能够体面的办了婚礼。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才能够在什么三波生病的时候，众亲戚帮忙一起度过难关。本来这是一个挺美好的事情，因为很少有看到现在亲戚们互相走动的这么紧，和在关键的时候都愿意出钱出力的。可是你来了以后，你不领情，你只挑理。比如谁请谁吃饭喽，谁给谁面儿喽，这一些东家长西家短的。如果做一个家里头的，不管是媳妇儿还是妻子，天天在家挑这些理去，你的日子一定过得是越来越糟，因为没人想跟你处。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当亲戚们没一个人在想跟你处的时候，你家再需要钱，你找谁去？你再需要有人站在你身边来帮你斥责你的丈夫跟前女友关系暧昧的时候，你夫家还有人站在你旁边吗？所以，当你在这儿挑别人的事儿的时候，你的丈夫只好采取我不太吭声。我觉得这已经算是好的了。咱生活里头没必要活得像个斗鸡，您自己照顾好自己家的这一些人就好了。我比较支持米娜老师刚才那些观点。我想补充的是，其实人有的时候先把自己的日子先过明白。我举个例子啊。你是通过邻居听说的串闲话也好啊，这些事儿啊，有好多矛盾都是这么积攒起来的。男方肯定有他的责任，你是一个双面胶，你应该调和你媳妇儿跟你婆家之间的关系，你应该是负责协调这个。其实你并没有做好这件事儿。反之，我说女方，人家借不借钱是你们俩结婚了，这钱人家还不还？你反过来想，咱往腹黑一点想。同样是两家都借钱了，你们家这回啊，凭什么让我们家先都还上啊？但是有一问题啊，你现在砸锅卖铁把这笔钱还上了，后边再看病是不是就不需要你们家再掏钱了？而且这笔钱本身就应该还的啊，让我们家先还一部分，我们家也不容易。但是反之一句话，如果当年姑姑没借这笔钱，所有的钱全给你们拿走了，这会儿这三伯要不行了，必须用这钱的时候，你连埋怨的机会都没有，你就必须给人掏啊这钱。所以说，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对姑姑这边是心里边是有芥蒂的，所以你才会在这个问题上较真儿。我觉得你们应该先把家庭矛盾放在第二位，先把自己对事物的正确观念建立起来之后，再去想别人。就跟这个钱，刚才我说这问题，你把你的钱都还上，你再去评价人家还不还钱，因为人家还不还，你们家就应该还。我说完了。来，女士，我问你2个问题。为什么不工作？因为孩子小。照顾孩子。对。孩子大了之后，你想过去工作吗？我现在已经在工作了。很好。没有孩子之前有工作吗？有。为了照顾孩子，阶段性的，对吧？对。第2个问题，彩礼为什么只要一半？为什么嫂嫂说不要，你就只要一半？你不坚持自己主张，为什么？因为他家的情况就摆在那儿了，然后我也不想有经济压力。对，所以他说了，他说你要多少我都能给你，就是我可以借，但是咱俩得还。好，你是因为爱，对吗？对。好，你特别怕别人看不起你。对，你特别想在这家里头有位置，对，但是你越怕越来什么？家里有一个强势的话事人，所以你就形成了一种什么攻击模式。那边听到谁说一句话，你不管是真是假，一定笃定就是在针对我。这边老公不够为你撑腰，不够强硬，你就觉得他没有用，所以慢慢的形成你好像就没有什么朋友，在这个家里面没有人认可你。但实则是什么？我们越缺什么，我们越想去要。你要赶紧去工作，你要赶紧在这个家里找到一个位置，但不是争来的，而是合来的。你帮别人，别人就会帮你，好吗？就这样。这个曲老师刚才有一个结论啊，你说是吧？曲老师结论是，你是因为爱而嫁给他的吗？对。这问题我再问一遍，你是因为爱而嫁给他的吗？是还是不是？是。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你爱他什么？我觉得他这个人的性格很适合我。性格很适合你。对。但是婚后却发现那么的不适合你，是吧？对。这是你的初恋吗？你认识他之前谈过恋爱吗？谈过。为什么分开？方便说吗？谈了多久？我跟我前任谈了4年。前任家庭情况很好，我家是农村的啊。然后因为我工作，就是他觉得有点复杂。你什么工作？他觉得我是做儿童艺术活动演出的。那不是很单纯吗？这有啥复杂的呢？因为会接触很多家长啊，他想要找的就是白领。然后再有家庭差异，就是性格方面，然后我俩就分开了。说白了就是。他嫌弃你，
他觉得你配不上他，对，或者说他和他的家人觉得你配不上他，是吗？对，这个问题我要问你，你觉得你先生和他的家人配得上你吗？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但现在我觉得不可以。所以这大概是问题所在吧？对，姑姑其实就是那个意象嘛。我恰恰觉得他们是当家做主了，没有人对他们干预，恰恰是他们在干预别人的生活和日子。对，别人干预他们什么了？你们买房子缺钱，我们借钱给你们，没干预你们的生活吧？这叫帮助吧？对吧？三伯看病需要钱了，大家还这个钱，这是正常的逻辑吧？所以这个核心在哪儿哈？一个是真无能，先生缺点能力，对，对吧？一个是真霸权，妻子就我需要霸权，对，我需要引领这个家，但是能力又不够。核心是在哪儿？核心是男生觉得高攀了女生，女生觉得下嫁了男生。你们要想过，就好好过。对，你们要不想过，趁早就分开。你们仔细想一想，对，好不好？我们谢谢两对嘉宾，来，请回，请回，谢谢你们啊。来预测一下，第一对夫妻会不会出？肯定不出，这没有悬念了，我认为。不出，不要出，不要出。曹老师说的，说相声的果然这语言厉害啊！不要，他用的是不要出，对，他没有用一个主观推测，他用的是一个客观的角度。我只代表最好不出啊！来，不要出。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这不可能了吧？没了。没有，好结果，好结果，对，好结果。人别活得太自私，对，这个自私的人不配得到，或者说不配拥有幸福。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这第二对会不会出？会。我也认为会出。因为两个人其实没有分开的意向，我们把话都说明白了，各种角度都说了。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在不在？在。这正在。对，谁懂这事儿？没看。来吧。大事儿如果扛不住，您就踏踏实实打辅助，是不是？好，要想得到他人的尊重，先去尊重他人。谢谢，包括你老公，也包括姑姑。谢谢。好好过日子呗。谢谢。好吧，来。谢谢两位，祝你们幸福啊！来，请回。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感谢收看又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